4位成员，我们即将开启一场属于成员们的落叶归根之旅。这次旅程呢，我们会去到多个城市，会带着其他成员去到自己的家乡。那么理所当然的，每一站的向导就是家乡所在地的成员本人了。那大家最期待去到哪一个城市呢？在吗？请问在吗？泉州，泉州，我期待自己的家乡，当然其他人的家乡也是蛮期待的。你觉得呢，佩妍老师？滁州、衡阳。很好，很好，很好。哎呀，是泉州2票。是啊，泉州2票，胜出。节目组呢知道各位老师们为了这次的旅行都做了关于家乡的 PPT。我们首先有请张恒老师第一个给大家展示他的家乡。然后我们有，怎么了？天哪！天哪！太会。这是你错的吗？后面很简单。现在这个就是我的 PPT， 因为我的家乡是在安徽滁州嘛。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狼牙山，狼牙山就是我们你打开呀，我看目录啊。别，我先介绍一下，真的是。好，你说。第一个项目是我们的一个狼牙山，然后狼牙山坐落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区狼牙山。然后因为欧阳修所著的《醉翁亭记》，所以我们的一个醉翁亭特别有名。然后第二个黄庆湖的话，它是我们一个旅游度假区，骑马，然后飞机、游艇或者是露营、烧烤。还有湖边的那些小屋，我们晚上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住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玩的一个早市吧，忍不住就是想要开小餐。没事。好，你继续，认真听讲。给我擦了。继续。我们最后一站的话，我们可以去逛一下滁州的早市，但是我们滁州人叫我们滁州的早市，可能我们称为狗市。为什么叫狗市？狗市，它可能以前就是里面经常会卖一些小动物，就比如说小狗、小猫，然后花鸟鱼虫，所以叫狗市。好，滁州的 PPT 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佩恩老师啦，帮我打开。给大家介绍一下衡阳的情况。哪个是我水？这个是我水。第一页就是这样子啊，就不多讲了啊。哦，这个字好卷哦。哇，这图片真的。就比较著名的那个名胜古迹就是南岳衡山，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看那个雾凇。哎，我们去秋天，现在是冬。我讲一下，不让讲了。哦，我知道了。冬天的时候，佩恩老师的意思是说，冬天让我们请回去，多一趴。谢谢。佩恩老师，好大方。对。然后山底下有一个那个不接我们话。南岳大庙，他在想怎么圆。啊，南岳大庙，很认真。来复述一下佩恩老师刚刚说的中心思想。说什么？他说什么？他冬天的时候要请我们去。这不是，这是上趴。然后特色美食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啊，卤粉啊、鱼粉，然后那个童子骨头粉。哎呀，卤粉啊、鱼粉，然后那个童子骨头粉。哎呀，对。然后这个好好听课。然后这个麻圆呢学会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一般看那个网上介绍的怎么还有气泡音啊？我刚想说，就是一般看，一般去旅游的人知道吗一般很少能吃到就是比较好吃的，因为这个只有在街头就是去找那些摆摊的才能有。鱼粉吗？那个麻圆，对，麻圆。然后天后街小学是我
刚开始读小学的地方，然后后来转到了城江小学，然后再后来呢，然后上了那个城江实验中学，然后后来去的衡阳市一中，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从小放学后面那个环城南路小学，是我从小放学要经过的，一个市里的一个比较好的小学，因为我走路会经过，然后就经常会偷摸去玩那些什么四驱车啊、悠悠球这样子。好了，没了，都没谢谢观看。没你做的好呀。好了，我的到此完成，我们就看一下下面是，下面是谁啊？你们看黄老师啊，好，邱老师，天哪，谢谢，欢迎。天哪，天哪！哦，他 PPT 重做，你们好吵啊！安静一点。哇，这个是课代表你那天他给我看的好 PPT，差不多得了。不是这样的能不能专心听陈先生说 PPT 啊？我们也画画。能不能听我课代表的话？就是啊，然后这是首页啊，然后分3个大板块，一个是人文，一个自然，一个是美食。然后接下来往下介绍。然后我们的人文呢，就是考亭书院，然后我们那儿就是，你知道朱熹吗？你知道朱熹吗？对，就是我们那儿。我们这个很少人知道。我们俩不是人，哎呀，不是啊，没有吗区别对待。不是啊，那一个个来啊，一个问题问3个人多那啥。对，朱熹就是一个。那你不会问你们知道朱熹？你，然后那个最好是。考亭书院就是朱熹以前教学生的地方，可以感受一下那个历史的气息。朱熹写过什么？然后那个，你在质疑我吗？选择性忽视我的问题。不是，课代表，管管他。 HS 过，还想不想要？我把你逐出去。然后那个考亭书院呢是我们的人文，然后人文衍生出来了一个武夷梦华录，就是比较偏现代的，但是又连串古今的一个梦华录。到时候就是，好，听着呢，听着呢，武夷梦华录。随你去了啊！就到时候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应该是晚上的一个有灯光秀啊，还有什么就是扮古装的那个。 我们到时候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下一趴自然，自然的话就是我们那边国家5A级风景区武夷山，不必多的赘述，没了，就反正主打一个字，空气好、美、雄伟、壮观。里面有什么玩的？里面可以爬山，对，就可以爬山。然后美食篇，然后美食篇的话，我们那边有那个子溪粉，然后还有一个光饼，光饼强烈安利，就是我觉得是代表性的，就是我高中是回福建读的，然后就对那个光饼就印象尤为深刻，No. 1。然后锅边糊呢？锅边糊这上面有图片吗？灯盏糕。其实有点像那个，你知道吗？像你那个你说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我们不是人，不是你，他说不是，你怎么那么爱加戏啊？他说不不是一个一个问吗？海鲜的那个，我们不能问啊。你不能问他，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你们俩老乡啊，老乡就更不能问了。你这样一问，怎么他还给你那个传纸条？你继续。你说像海蛎煎哎呀，我们是湖州里面，他不是在那个他不是在面皮煮了，那个单独讲话，我记得他上次是怕忘了问一下。不是你是不是 Sherry 你是不是紧张啊？就是那个，他问一下我，记得泉州最好吃那个，面线糊，对，他都没是看过相同锅边糊像面线糊对，像面线糊，但你们是米线啊。所以刚才确定了面线糊和那个锅边糊一样，结果就是对我们说。相同的。你上课不认真听啊？你跟那边单独说呢，我真的是对他，听。你只对他说。我刚才已经听到了，已经很不错了，好我吗们？提问题都选择性的忽视。没有啊。然后染骨熏鹅就是我们叫什么那儿最出名的。好，是。谢谢观看，下课。好的，感谢秋秋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请阿星给我们带来泉州的 PPT。 Made in China。美西硬座。哎，你们看黄老师，
就是我的 PPT 可能没有那么过多的装饰跟那个过多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所以内容一定很丰富。内容就是主打一个稳准狠，就是那个直接切入那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一条线之后我们要玩什么吃什么的一个主题。泉州站呢，我觉得重点就是吃，因为泉州小吃特别多，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小吃。然后第一个鸡腿油，这个字读油，然后它是泉州特别出名的一个本地烧烤，然后它是用一个秘制的酱料去烤的，就是咸甜口的人会特别喜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腌萝卜，然后第三个是土笋冻，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看接受程度，你们敢吃吗？不敢吃，但是很好吃。是不是那个虫？土笋，它是你把它当海鲜，它就是海鲜，是沙虫，对不对？你敢吃？我觉得它应该可以，我很好吃。然后下一个是石花糕，也就是四果汤，清凉解暑解渴的一个甜点。不是你怎么也在吃花这位同学就是一直在那个，你能不能不要质疑老师？老师，没有，这是我讲课的风格，你有意见的？没意见，你有意见吗？我觉得你们一直在质疑我，刚才没有，只有他质疑你。没有人质疑你，你在讲课，我的。好，继续。下一个游玩的地方就是巡捕村簪花，簪花来泉州人都会想要尝试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头上扮上那个漂亮的花朵。所以我们也要办漂亮的。男生的跟女生不一样嘛？我有办过，就是还 OK 的。所以我想问，第5个 KTV 是什么？ KTV，哎呀，是黄老师家乡的特色景点。 KTV 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你也不理我我刚说那个簪花跟男生跟女生一样嘛？男生跟女生其实就是那个花的颜色你可以选，造型是一样的。造型其实就是一样，就是头上盘花一样的，只是穿的可能不一样。所以 KTV 是 KTV 这个就是必去游玩景点。我觉得我们出来玩，着重的去享受这趟旅程。实际所以我想解释一下我肯定是想要把那个能让大家放松的项目加进去，对不对？不可能让大家每天爬山吧，去每个城市都爬山，这不合适。不要误伤友军。你也说了，不好意思。这个除了盛先生以外，但是我们游玩也是放松啊。是，所以我在这边安排我觉得可以放松的项目是，然后这是大概我的 PPT 讲解，就是大概就是切入主题。什么 KTV 什么那个。各位老师准备的这么充分，那咱们节目组也不会落后，期待咱们后续的旅程吧。好。节目组呢为本次的旅行做出了4个 logo， 老师们可以从这4个里面选择一个作为咱们节目的 logo。我选第一个。我选第一个。我们节目叫第一次出发，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团名。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的。对。但是，那个也蛮好的。对。我蛮喜欢这个的，我也蛮喜欢这个的。我刚刚没看到这个上面的头像。对。我想选那个，你可以选那个。我选这个。我听他邱老师也是。我也是 pick 那个，因为上面有我们4个的头像。这还蛮酷的，就是可以对全世界。但是我有一个那个第5个，就是在上面把4个人放里面。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设计一辆车吗？因为第4。对，因为谐音第4，然后可以让老板来选一下我们的4个 logo。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但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不太像一个 logo， 它像一个动画，你可以让4个脑袋动起来，然后旋转，这不像 logo。那我们的片尾就定这个。是这样。我觉得还是要节目组来弄。对，意见我们可以给
对，我们负责修改。我负责到地方了再给意见。有没有点来不及？就是纯打一个 freestyle。对。本次旅行呢，除开有导游，我们还提供了4个固定岗位，它分别是统筹、财务、采购员和新媒体专员。然后大家可以在这4张表上投票。好啊，所以现在我们写什么？上来吧。大统一。我们新媒体专员呢是需要在旅程中独立去运营一个账号的，所以新媒体专员需要负责给大家出图。交给他，我放心。缘分。江总。我。那你投给了谁？他。因为我觉得他当财务会，我们这趟旅游会快乐一点。有道理啊！就是你知道活在当下路线，就是你知道跟说风就是雨。他的话就是我怕抠抠搜搜，你知道大家就是日子不太好过。我就投他，我投他到。怎么人家叫会过日子？什么叫抠抠搜搜？自选。你觉得？啊？你觉得？我们可以聊吧。我投你是投统筹啊，你自己投自己是什么？我写的是。你写那你就统筹啊。对啊，更好了，统筹简单。你做个采购，哎，节目组采购是主要负责什么？不能说。我选统筹吧。我觉得采购员得负责，不仅是买东西，然后还要负责提东西，然后那就是我觉得这些都得采购员负责。那没有这回事。我们这趟旅程就定了，旅程名字的第一次出发。然后呢，本次路线已经启动，不能中途叫停，成员们只管上路，让你一路上全是后顾之忧。全是后顾之忧，嘴角抽搐。乐乐看镜头。先是这边是衣物，一个卫衣，啊，然后你先上，然后一些啊小乐乐，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一些短袖长袖的卫白 T， 内搭，对，因为这个会比较方便，然后比较干净。然后这个，哎，这个是一件，也是一件白色的，对，圆领卫衣。这是在卖衣服，对，除了黑就是白。然后裤子就是很简单的，对，牛仔裤啊。然后，对，这个也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长裤，因为你穿就是黑白，你出去的话，就是那么多天呢，就是
会方便一点。然后避免就是颜色太单调，你就要来这种就是这也没什么区别，黑白相间的，这样是最方便的。对，这也没什么区别，除了黑就是白。这一趟旅行中，老师觉得必带的东西是什么？必带的这个就那可多了。多了。首先，还有一个随身的还没放进去啊。首先就是这个耳机，对，然后就是这个有时候你在路上啊，就是它降噪，就是睡觉会比较方便。有时候你戴那种入耳式的，就是耳朵会不舒服，时间长了就要换。下一个必带的音箱啊，有时候房间无聊了可以放一放，这个是我必须得带的，我进组的时候也会带。化妆间我也会拿这个东西，它会每次把声音开到最大。然后水杯啊，万一路上什么机场没水了，可以喝一喝热水、泡咖啡什么的。啊，补水喷雾，这个要带一下。雨伞一般我都不带，但是这一次我怕它下雨，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它能带一下。啊，面膜这个是要带的，怪不得皮肤这么好。然后墨镜啊，得带2副。这个是透明一点的。然后你要带，不能2副一样的，就是你还要带一下那种别的款，这种啊，黑一点的。还有吹风机，这个得带一下。出去那么多天，万一衣服皱了怎么办？你得带熨斗吧，防晒啊，香水，这个得带。然后就是一些简单的什么护肤的水乳啊，洗面奶啊，什么的就没了。好，我的到此结束，接下来该姜老师啊。其实我穿搭可能会分为几个不同的风格。第一个风格呢，就是稍微休闲一些的风格，就比如说休闲的一个裤子、毛衣类的，类似于这种休闲的一些小西装。裤子呢，其实我买衣服喜欢买很多相同的款式，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我费尽心思去搭配，而且就是可能它的颜色会不同。其实哎呀，这个衣服和这套衣服是相同的款式，这套衣服有一个白色的裤子，然后这套衣服有一个黑色的外套，它俩其实是同一种的风格，同一样的版型。所以你的裤子呢？啊，裤子和那件衣服呢？裤子在晒。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家族的4个男生，每人必须有一件的东西。你也皮衣是吧？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会有一件吧。对，只是看他穿不穿。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今年买的最满意的一件衣服，开衫针织衫，看山针织衫，深 V， 特别好，在旅行中我会穿它，保暖。那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的一些出去的一些护肤品。我看有什么？你给我开玩笑，什么？必备好物，那其实有很多，那我一个一个介绍吧。那书肯定是要带的，懂吗？书肯定要带的，上面还有我的笔记呢。然后，我安利不能安利吧，就是我自己必备的好物，就是因为我脖子有时候玩手机啊，或者是干什么，或者是出差旅行，就脖子就会特别的难受。然后这个东西呢，
佩恩老师，你能把它打开？你只要充气就行。稍等一下，再展示给你们看。蓬松喷雾，我是每次出差必须要带的，因为有时候会做造型，然后我头发是属于比较细软的类型，就是洗完头以后会喷一些这个，然后再吹干，就头发会变硬很多。然后这个嘛，酒精湿巾，会擦擦手啊，擦擦酒店的那些马桶啊，或者洗手台或者床头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出去最好带一下嘛，毕竟是卫生安全最重要。然后还有一些必备的一些小东西，就是说就早上起来有时候工作的时候，早上起来脸上可能会水肿啊，眼睛上水肿，然后就会敷这种叶黄素的凝水胶眼贴，蛮好的，很养生。然后因为我平常有喝茶的习惯嘛，所以我可能会带一些小罐茶，什么白茶或者是乌龙茶或者是红茶一些类的东西，还有菊花。我怕佩恩老师有时候会气我，喝点菊花下火。别搞反了，哎，这其实还不一定呢，说不定是被另外的人气，也不一定呢。不要在这先行。然后呢，这个就是你冲得太紧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护脖神器啊，就这个，就这样戴在脖子上，不行，太丑了。还有一些必备的东西，就是佩恩老师的呼噜声太大了，掐掉。所以耳塞是必备的东西。那。好，我今天的介绍就是这些。阿星，泉州现在穿什么比较合适啊？长袖外套吗？长袖或者外套。长袖，没有长袖怎么办？我帮你找。你的衣服？你有啊？你有很多长袖。我的长袖都是很厚的。外套最好就是短袖，然后外面外套。短袖外面外套。热的可以脱，冷的可以穿，因为不知道泉州现在什么。没事，我随便带了。泉州应该会比现在上海要热一点。比上海热。按理来说。行，反正我要是没衣服穿就去你家薅。我不想带那么重。带了3件衣服，3件厚的牛仔的，然后裤子带了2条，3件衣服2条裤子都蛮厚的，然后 T 恤的话我打算就随身这一件就 OK 了，然后再要是温度不适宜就找黄老师，反正他的大本营，差不多，衣服就这样。可以给我们也展示一下你的 look 吗 ？look 可以啊。就是带了一条这个牛仔裤，这是长款的，一个比较清新的长裤，然后这个就比较，这个就是保暖性还可以，我觉得后面要是气温要是低了的话，就还当外套还可以。然后它是这个应该算是夹克类型，就是显腰身比，就不会那么 oversize。然后这个就是打底的一个高阶打底的一个内搭的一个黑 T， 底下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当当当。然后这件就是黄老师，我们当时做那个任务的时候，黄老师给我买的。我真心觉得这件就是很适合日常穿搭，很简约，而且版型也就是跟我很合适。然后我就比较喜欢穿，没想到就是捞了一件衣服。
然后这是一条，对，这也是一条比较百搭的裤子，就不用多说，它也是能穿出那种堆堆的效果。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穿那种七分裤，就是驾驭不了。就能驾驭七分裤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有时尚细胞。OK， 我就介绍完了。阿星，阿星，我说完了。你说完了？啊？我跟小花生在里面玩了好久。他没尿吧？没有。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成员，他的名字叫小花生。今天才2个多月，他的英文名叫什么？刚刚加入我们叫什么？你不知道？啊，那个皮卡，皮卡啊，我不知道皮卡，皮卡，叫皮卡，还是小花生朋友？中文英文都要。是。说，翻山越岭。你自由活动一下。他今天真的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就是他每天大赦天下的时候。就我们要同时叫他，看谁过来。小花生，过来！再一次，3举2胜。好，我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我们俩换位置，我们要客观、公平、公正。小花生，也是球，很好哎，再一次。3举2胜已经赢了。不是再一次，再一次，是不是？跃跃欲试，儿子，跃跃欲试，儿子，看我儿子。最终回合现在开始。儿子。恭喜你显示拿下了花生的抚养权。3个人。好，然后这就是我的那个准备的行李箱，这边呢就是黑压压的一片，就是我日常的穿衣风格，就是会吸光，小心点。对，然后就是我就不一一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后面节目里面肯定都会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呢，这就是我基本上一些必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那个褪黑素，就是万一我们要调作息什么的，然后睡不着觉的话，就蛮需要一个这个。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蒸汽眼罩，然后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一个习惯呢，就是一定会戴一个眼罩睡觉，然后也是必须。然后这是一个墨镜，这个我猜佩恩老师也戴。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镜子，然后它是会发光的，就是而且比较便携，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必备的东西。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小新的内裤，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身份证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卡片，然后就一个卡包。哦，我还以为是真的是内裤，里面装了一条内裤。说你收纳方式这么奇特的吗？然后呢，这个是小新的一个枕头，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小新，所以就是带着他出去旅游还挺好。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些香水，然后这就是一个，然后2个，然后3个，就是看当天的心情，然后决定用哪一款香水。如果让老师选择3个最不可或缺的物品，会选择什么？不可或缺物品。孙先生先说。我先说，你呀。其实我猜到，挺满意的，就是正确回答。眼罩、香水、眼罩、香水、防晒，太聪明了。眼罩、香水、防晒。里边一定也有香水，对不对？没有香水，眼镜、香水跟音箱。必须得带的默契，音箱、熨斗。屁嘞！可以，是他带给大家用的。
下一个江河老师。江老师的话，我觉得他会带手机还有手机内存卡还有 WiFi。不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他可能真的。乐乐佩恩。真的吗？高估他了。但我出差一定会带它。第二个呢，必备的就是这种眼贴。第三个的话，一定是这种酒精的试片。好，结束。